我原本以為《四海兄弟3》裡的吹口哨只是個普通的潛行功能，結果有一次我開着中等難度去做一個摧毀走私貨物的任務時，最後居然只靠吹口哨這一招就把整個據點給團滅了。一開始我還覺得挺爽，躲在掩體後輕輕吹一聲，等着敵人一個個自己走過來，像是自己突然變成了一個特別老練冷靜的潛行高手。但我很快發現有什麼東西不對勁，因為後來玩着玩着，潛行遊戲裡該有的偷感和刺激全沒了。只要我躲到掩體後藏好，口哨一吹，敵人 NPC 就像沒長腦子一樣，一個接一個的排隊送人頭。原本潛行裡那些最有意思的東西，比如觀察敌人的位置，判斷巡逻節奏，研究帶什么武器，從哪條路溜進去，這些判斷和決定突然全都變得不重要了。更奇怪的是，用聲音引誘敵人本來也不是什麼新鮮玩法，很多遊戲裡都有類似設計，比如《天國拯救2》、《對馬島之魂》和《殺手》系列。可為啥這些遊戲的潛行玩法卻能讓玩家越玩越上頭？他們到底做對了什麼？《天國拯救2》想必不少玩家都玩過，主角亨利雖然可以無限吹口哨來引誘敵人，但不等於玩家每次都能100%的幹掉目標。首先你得繞到敵人背後，其次想要勒暈對方就得掂量臂力，想要暗殺对方就得装備匕首。最重要的是，在攻擊過程中一定要在恰當时机立刻锁喉，否則目標就會脫身並與你對峙。也就是口哨只負責引來敵人，能不能成功暗殺得看自身實力。而林肯暗殺過程就沒有任何額外的戰術步驟，只有一段無腦擊殺動畫，沒有任何變數。這讓我想起了《對馬島之魂》這部遊戲的主人公近景人，他也會吹口哨，但遊戲卻把操作重心放在了資源成本上。因為吹口哨實際只能召喚坐騎，如果想要在潛行中引誘敵人，就得靠另外的東西來制造噪音，比如扔風鈴和爆竹。重點是風鈴這類幽靈武器也不是張口就來無限使用，玩家需要達到一定等級後才能解鎖聲音誘敵，而且還要冒險四處收集補充，想白嫖是不可能的。這樣就把誘敵的手段變成了需要玩家付出成本後才能獲得的戰術便利。而《四海兄弟3》裡，玩家吹口哨张口就能來，幾乎零成本。雖然現實中吹口哨想吹就吹，零成本不奇怪，但遊戲為了增加可玩性，留下個冷卻時間也不算過分。冷卻期間，玩家起碼有機會做出不一樣的戰術策略，比如暫時無法吹口哨，但敵人已經出現，使用消音槍的價值就凸顯了出來，或者冒險靠近敵人，完成匕首擊殺，就顯得不再像是擺設。更離譜的是，被奉為潛行經典的殺手系列，甚至連吹口哨都不要了，因為他把潛行難度放在了風險管理上。主角47雖然不會吹口哨，但玩家還是可以扔有限的硬幣來吸引敌人注意。雖然遊戲鼓勵潛行暗殺，但後果卻很嚴重。藏在暗處扔硬幣，並不意味着敵人 NPC 就會老老實實的排隊送人頭，而更可能是你的硬幣拋出後會吸引不止一個敵人前來查看，而一旦敵人屍體被發現，更多的敵人也會加入搜索行列，甚至形成扇形搜索或侧翼包圍。即便是路人 NPC 也會對你的行為做出反應，甚至會叫守衛來抓你。玩家雖然可以潛行誘敵，但同時也要面對更為複雜多變的後果管理。而《四海兄弟3》裡，玩家吹口哨卻同時只會被一個敵人 NPC 聽到，根本不需要同時應对多名敵人的危險狀況。至於路人 NPC 的反應更不需要擔心，因為他們的反應是這樣的。看到這裡，你就會發現，這些好遊戲雖然具體做法不同，但他們卻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點，他們都沒有讓声音誘敵這個操作變成了一個廉價、穩定、沒有風險的萬能 skill。天國拯救2把代價放在了成功變數上，對馬島之魂把代價放在了資源消耗上，殺手系列則把代價放在了更為複雜的風險管理上。說白了，玩家想要靠聲音把敵人引過來，就得承擔額外的成本、變數和風險。這三樣東西才是潛行設計一直在設法保留的關鍵 key。而《四海兄弟3》裡的吹口哨不是3缺1，而是3樣幾乎都沒有。敵人一個接一個的上鈎，玩家根本不需要再認真研究武器搭配，
路線選擇和巡邏節奏，看似讓玩家更酷更強，但它實際卻是在抹平關卡裡原本豐富多樣的玩法分支。精緻的戰鬥關卡形同虛設，同時吹口哨聲開掛更是在搶奪原本屬於玩家的選擇和判斷。潛行環節裡該有的偷感和刺激也蕩然全無，這才是最破壞玩家體驗的地方。更要命的是，這還不是一個技能太強的問題，就算玩家自發嘗試改變玩法，系統也未必能接得住。比如當我不靠吹口哨而改用消音手槍來完成潛行暗殺時，敵人即便看到了成排的屍體，還是決定要和我1v1，結果並无任何區別。這說明出問題的不只是吹口哨這一個漏洞，還有整個戰鬥系統本身就缺乏足夠的深度和彈性來容納這種不同玩法的嘗試。所以最後一定要總結的話，那就是決定一款遊戲裡的潛行玩法品質好壞，最關键的不是工具太多或太少，而是某個工具是否太廉價、太好用、太万能。因为这类關鍵交互一旦失去成本、變數和風險，就會變成遊戲的唯一最優解，玩法機制的崩塌幾乎就是可預見的。至於反過來，為什麼有的遊戲明明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玩家還是不買賬？這個問題其實我在上一期裡剛好聊過，感興趣的朋友可以一步觀看。我是 Gavin， 我們下期再見。